伊朗把他名單列出來，你再打我就打這些設施。所有川普家族在這個區域的投資的財產，總共加起來170億美元。川普馬上說，我們不打了。伊朗是一個高原堡壘，它的高原堡壘把它發展出來的飛彈跟無人機提升了2成3成以上的這種攻擊的效力。事實上，這種低速的無人機造成大多數的傷亡都在這邊。而在這些地方，其實軍官的比例都比較高。陸軍大概在受傷的620位裡面有400位，而這裡面呢有64位是軍官。好，今天3個大主題有關於美伊戰事，也等一下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析。首先，我們來關心川普說要狂打伊朗，但為什麼此刻又突然間喊停了呢？美軍是為了說要保護這些波灣盟友才踩下剎車，還是發現伊朗在這場戰爭當中他要打的話，代價實在太大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又有中俄提供伊朗在技術跟情報上面的支持呢？第二件事情，現在伊朗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特別做的一個獨家報道，說他正在密謀4路要對美國來做進攻，甚至呢，現在已經確定的是鎖定了美軍的後方指揮系統，已經造成了最新傷亡數字來看到美軍傷亡18死624傷，重點來了，這個數字還不是伊朗給的，是美軍的五角大廈給出來的傷亡數字，而且被打的很多都是軍官跟指揮人員比例偏高，就是這些比較高層的人，代表美軍的優勢正在被瓦解嗎？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們武器面了，不管是愛國者的庫存暴減6成，或者是薩德現在也都快被消耗完畢了，這個美國的彈藥是否亮起紅燈？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來深度剖析。還記得嗎，觀眾朋友？前幾天川普才放話說，美軍已經上膛，準備要對伊朗發動下一波第2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攻擊，沒有想到才過短短的1天，突然間宣布暫停了。川普總要給個理由吧，於是他就說呢，主要是因為很多的國家希望我們不要打伊朗了，這當中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跟卡達，因為呢，這些國家說一旦戰火全面升級的話，後果是導致整個波灣地區會一起陪葬的。要知道川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是不是跟伊朗有關係呢？因為伊朗在前幾天曾經說過，只要美國或以色列真的敢攻擊任何伊朗的能源設施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攻擊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的油田，還有卡達跟以色列的天然氣設施，都可能列入報復名單當中。所以川普只好喊停了嗎？好，這件事情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川普真的會因為波灣的盟友說幫幫我們吧，先不要打伊朗而暫停這一場戰爭嗎？還是美國自己內部的軍事體系出了問題呢？因為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有關於美軍的傷亡數字。好，現在看到是五角大廈最新公布的18人死亡，624個人受傷，是不是因為這數字其實已經太慘烈了？所以呢，我們看到新一輪的傷亡，接下來美軍說呢，都會歸入在海外行動的特別的類別當中，不會再列入這一場戰事美伊戰事的戰爭當中了。現在被痛批說，是不是你要淡化目前美軍的死傷人數呢？好，更難堪的事情是，伊朗打的還不是最前線的這一些前線士兵。來自《華爾街郵報》特別做的報道說，光是今年3月份，美軍科威特基地遇襲，不但造成了美軍死亡達到了數十人受傷，但是重點來了，都是這些美軍的高階的指揮官受傷，在襲擊當中甚至還遭到腦震盪等等的傷害。而我們進一步來挖深做分析，美軍這一批傷亡名單當中，確實都是以軍官、士兵、技術人員、後勤人員的這些比例偏高。什麼意思？伊朗打的不是前線的士兵，而是在背後指揮、維修，還有跟通訊有關、後勤作業有關的最重要的骨幹。另外呢，我們看到為什麼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的精準率在大幅的提升，現在也在說有沒有中俄在這背後做支援呢？所以外界質疑中國提供的是北斗衛星，俄羅斯提供的是目標定位的資訊，真的是這樣子嗎？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先來看川普為什麼突然間他口了，是他發現這個死傷真的太高了，沒有辦法再打下去嗎？那麼伊朗能夠打進美軍的後方，精準的獵殺，不管是他們後面最重要的指揮官、情報設施，這當中是伊朗自己靠自己的技術，還是有中俄的技術在這背後做支援？委員怎麼看？
對，我想以伊朗跟中俄之間的關係哦，那麼我相信中俄對於伊朗絕對不會袖手旁觀。那麼只是中俄在操作這個相關資源的這個管道哦跟方式哦，都相對很低調，所以也很難讓美國抓到把柄哦。那麼先前美國曾經透過媒體放了一個訊息，說中國大陸這個秘密援助了這個伊朗400枚飛彈哦，那麼所以呢才會導致到現在的伊朗的這個戰力大幅提升。可是很快的北京政府就否認了哦。那麼你說這個伊朗的飛彈打得越來越準哦，是因為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這個相關的衛星或情報的協助嗎？我相信當然有其可能哦。不過這中間還有其他的原因哦。就第一個原因就是現在伊朗才把它真正的壓箱寶拿出來。所以先前比較不準的，那是為了要消耗這個美軍的這個所謂的防空飛彈系統。那現在他拿出來的是這個相對高階的這個導彈哦，那麼當然這些飛彈的準度就會提升。那麼第二個就是說，美軍在這個整個中東地區的雷達防禦系統、這個防空系統都已經被消耗跟摧毀了，所以呢，他要打到就不是這麼難的事情了哦。對伊朗來說呢，當然命中率就大幅提高，這個傷亡的這個情況也會嚴重。然後呢，你說第三個，就事實上有很多的衛星是商用衛星，它其實不是軍事衛星的，所以你說伊朗在國際上有中國大陸的這個商業衛星，它要去出租，它只要付得起錢，這樣的商業衛星是一樣可以提供服務的哦。那麼，但是我回過頭來講，其實川普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強調的是，各位知道現在是美國要打伊朗，所以這又是主場跟客場的問題了。就美國現在是客場，他要千里迢迢的把他的部隊投射到這個戰場來。過去美軍是靠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基地來做兵力投射，但是大家看一下哦，這個美軍在波斯灣的主要的幾個基地哦，巴林它有第5艦隊的總部，它有一個空軍基地；科威特它有陸軍最大的這個後勤補給的中心叫多哈營地，它也有一個美軍的空軍基地；卡達它有烏代德空軍基地。這個阿聯酋它也有一個空軍基地，沙特它有2個空軍基地，但是各位看一下，在過去這個戰爭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這些的空軍基地無差別的都被這個伊朗清洗了好幾遍了，包含像沙特，它已經直接宣布禁止美軍用它的空軍基地對這個伊朗發動攻擊哦。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基地，不管是海軍的、陸軍的、空軍的，都已經被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哦。那大家就退回來想說，那美軍的兵力投射該怎麼辦呢？如果你第5艦隊的這個總部已經被摧毀掉了，第5艦隊根本沒有辦法運補，那你第5艦隊的補給該怎麼辦？現在只有2個選擇啊，一個就是到阿曼的杜庫姆港。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到阿曼的杜庫姆港，阿曼自己也要掂量哦，就是說他會不會因此而招致來自於伊朗的攻擊呢？所以我並不認為阿曼的杜庫姆港是美軍或者是阿曼最好的選擇。那最後他只能拉到哪裡？他只能拉到印度洋中部的這個迪亞哥加西亞島去了，那是一個非常遠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他可能不至於被伊朗的這個導彈或無人機攻擊。所以大家看到了嗎？美軍現在在整個中東地區，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它兵力投射的困難。它現在的這個原本的這個 F-35是在用約旦的空軍基地，現在約旦的空軍基地也被摧毀殆盡了。最近看到它乾脆只好用以色列的空軍基地來做它這個 F-35的投射，這個起飛了。所以當美軍現在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兵力投射已經捉襟見肘的時候，坦白講，你說在這個時間點它要怎麼樣才能夠繼續打下去？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那你說對中東的國家來講，他們當然不希望打下去啊。伊朗現在還沒有打的是什麼？伊朗現在只是小試身手，打了一下這個 AI 的幾大巨頭在中東的運算中心。可是各位知道 ，AWS、Amazon 在沙特、在阿聯酋、在巴林都有 ，Microsoft 在阿聯酋、卡達、沙特跟以色列都有 ，Google 在沙特、卡達、以色列，這個甲骨文在沙特跟阿聯酋，這些運算中心一旦被打擊，各位知道一個運算中心的成本超過50億美金，這個運算中心一旦被打擊下去的話，這對整個美國的 AI 產業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更不要講說波灣的國家正準備要靠這個 AI 來創造另外一波的經濟榮景。所以對這些波灣的國家來講，在此時此刻實在沒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美國混下去啊。對，所以我們看到伊朗最近的攻擊，它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晰的，鎖定大部分都是美軍的重要的基地，也就是會直接衝擊到
美軍它的重要的補給、兵力的補給等等。那另外一方面，也同樣這場戰爭已經延燒到了許多的波灣國家，都因此受到影響。那現在最新呢，還有來自於《紐約時報》最新報道說，其實伊朗現在正在秘密的布局下一盤的大棋，而且接下來會從4路來做進攻。採的就是多線計劃。這4路包括會有了他的代理人戰爭，像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青年運動跟伊拉克親伊朗的民兵。只要美軍擴大攻擊，這4路就會一起啟發。那伊朗的分析人士指出呢，他們正在下一盤宏大的西洋棋，等到對的時間點跟地點的時候，就會發揮最大的效益。另外，我們也來關心美軍的死傷人數，現在達到了五角大廈說的18死跟624人受傷，但是他們也說了，最新的這些傷亡會列入海外行動當中，被批是不是要淡化死傷人數？就這個問題，楊老師怎麼看？另外，是不是美軍輕忽了有關於他們的防空系統的能力？楊老師怎麼看？美國現在18個人死亡，620到640人受傷。不過這個裡面呢，軍官比例偏高，大概這裡面有400多位是陸軍。為什麼？因為在科威特，它是陸軍為主的就是基地。那而且剛才談到，它是指揮所，它是後勤，它甚至是一些防禦的中心啊，受到重創。而在這些地方，其實軍官的比例就比較高。陸軍大概在受傷的620位裡面有400名是陸軍，而這裡面呢有64位是軍官，所以這個比例就蠻高的。那這只是顯示說，他被攻打的這個基地事實上是以就我剛剛提到的那些項目為主。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就是說，幾十年下來，美國跟伊朗的這個競爭對抗打壓。然後呢，這過程當中，美國還陸續的攻占了阿富汗、伊拉克，然後呢，敘利亞，對這些地方用兵。那可是呢，他們沒有想到有一天真的會對伊朗用兵，而相關的準備幾乎是一夕之間就被翻盤。那我的感覺，他們還是比照像以前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一樣去打伊朗，也就是說，除了斬首之後，就全部的各式各樣的飛彈，然後呢，在海上發射，在飛機上發射，然後去轟炸，那把所有的這些指揮據點或者是橋梁或者是軍事據點給炸掉，伊朗應該軍事就會癱瘓，革命政權就會瓦解，結果剛好相反。為什麼？他們忽略了幾個這種不對稱作戰最重要的關鍵。其實連俄烏戰爭也是一樣。地理因素其實先決定了一切，因為伊朗是一個高原堡壘，而烏克蘭是連接各國，所以它的後勤不斷。而伊朗呢，它的高原堡壘把它的發展出來的飛彈跟無人機給提升了2成3成以上的這種攻擊的效力。然後呢，相對的呢，它沒有任何有效的就是防禦。他以為愛國者加薩德，那你是在跟誰作戰？你跟俄羅斯嗎？事實上，這種低速的無人機造成整個剛才我們談到大多數的傷亡都在這邊。不過這邊補充一點，伊朗也死了大概3500人。美軍的估計，伊朗死亡來到6000人，伊朗受傷是來到大概35000到4萬人。所以這個說美軍這邊傷亡慘重，其實是美國自己本身的一個新聞的報道。是，因此我覺得其實美國現在這一場這個對伊朗的戰爭呢，就告訴我們。一個現在新型的戰爭呢，這種不對稱的優勢其實是這一個很大的關鍵。那剛才提到，那伊朗的反擊當中，對於軍事基地，那接下來呢，對於能源設施，然後剛才委員所提到的，對於 AI 的這些資料中心，還有第4個，這個第4個是讓川普真的不敢打下去了。他列了一個名單，所有川普家族在這個區域的投資的財產。包含川普大樓，因為有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是借來這個掛名的，但是呢，當然會跟他有關係，總共加起來170億美元，所以然後他的家族又投資了很多，他的這個女婿的基金也投資了很多，都在這個區域。伊朗把他名單列出來，你再打我就打這些設施。川普馬上說我們不打了，
我們8月3號要談判。好，這個是有關於美軍目前的最新狀況，並且還有看到它的死傷人數等等。那其實呢，美軍它另外一個狀況，現在還有包括它的這個武器庫存，現在已經越來越不足了，尤其是在防空武器，它的彈藥正在快速的消耗當中。剛剛看到的是五角大廈公布的死傷人數，那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他們的飛彈，還有的攔截飛彈的數量了。先來看愛國者，先前是2300多枚，那一度是下降到1000枚，這是在4月份的時候。那現在最新數據預估可能只剩下759枚，最低啦，最低點的話，這樣的數字代表是這個一減少了大概60%左右。愛國者防空飛彈同樣現在只剩下250枚左右。那大家就說了，那趕快速的生產吧，然後下單吧。但是這個時間真的出來，大概要2到4年的時間。接下來怎麼辦？如果真的開戰，傷亡還會再持續的增加嗎？呂艦長怎麼看？剛剛楊老師特別提到啊，就是現在伊朗所採取的措施就是打你川普的資產，這個就印證了聖經裡面講的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所以他現在就不太敢對伊朗動手了。那這個就是他資產的部分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無論是阿聯酋，那他有這個大樓以及高爾夫球場，在阿曼，那他也有這個相關的度假村，那在沙烏地也有，那在這個我們講到說卡達的部分，通通不一而足啊。那對不起，那個川普真的是怕自己借來的錢那出了問題啊。那我們以前聽到伊朗的飛彈都長成什麼樣子，聽到的都是泥石啊，聽到的都蓋德爾、伊馬德的這些，可是我們現在聽到的完全不是啊。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都是舊的飛彈，新的飛彈是長成什麼樣的？新的飛彈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海巴爾謝坎，也有一種翻譯叫做破城者啊。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是標準的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進入到大氣层之後，它可以改變它的一個那個航向，也就是說，它已經不是一個很單純的這一個拋物線的一個行進。那另外呢，有關於迪亞哥加西亞島的部分，之前也實際上被這攻擊過。那這一個呢，當初當然是沒有攻擊到了，攻擊到美國一定下得更遠。那這一枚飛彈叫做什麼？這一枚飛彈，其實呢，它叫做這一個霍拉姆沙赫爾4型，都是我們以前很少聽到。他以前告訴我們只飛2000公里啊，可是從伊朗最南端飛到迪亞哥加西亞島就是3862公里，可見它隱匿了一半射程。那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射程表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呢，它原來讓我們知道的都是這個比較短程的，例如說黃色的、橘色的。那但是呢，實際上來講，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它的實際射程可能都是紅色的，甚至紫色的。那這也就是他之前提醒啊，保加利亞，就是你再讓那個飛機從你這個國土起飛來打我伊朗的話，你要想一想啊。那也就是說呢，他直接的威懾我們講到的這一些歐洲國家。那另外，飛彈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美國當初引以為傲的那個 PAC-3 MS-1的部分，它其實就像一個小型的薩德飛彈一樣。我們大家看它起飛那個發射的時候，它的側推它有系統的，那也就是我這裡畫紅線的地方。這個紅線我們看到它有非常多側推的部分，它側推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改變它的一個攻擊的一個位置。那這個原來都是要應對彈道飛彈的那個攔截的，但是這張圖我是引用標準3型啊，讓大家參考。那但是呢，現在他為什麼跑回去買標準2型？因為他發現他攻擊的都是見證者136這種無人機，根本不需要這麼好的啊，然後所以他回頭去買標準愛國者2型的防空飛彈。那它其實是這樣一個破片殺傷的一個過程啊。那剛剛其實主持人跟我們講了有關於數量的部分啊，這個數量的部分其實是真正最嚴重的部分，也就是我們之前看到的，在4月那個時候準備要進行和談的時候，其實對於愛國者來講，它從原來的2300枚。然後已經降低到1430枚左右，但是現在的數量更低啊。那這一個部分它還是從全世界通通徵調來，這個也就是海灣國家最怨懟的部分。為什麼？
因為你們通通都去防約旦、防以色列，可是呢，海灣國家一顆飛彈都拿不回來。那這個部分呢，也就是影響了未來的地緣政治，也就是大家還會跟你美國站在一起嗎？今天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美軍現在死傷已經近100了哦，現在最新的一個統計哦，川普怒嗆說，接下來針對於伊朗他會加倍奉還。那麼現在呢，在軍事上他已經快速的集結了，不管是戰機、海軍陸戰隊，甚至是以色列也準備要重整好，一起來參戰了。會不會從這一場戰爭從空襲戰現在變成一個全面戰爭？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伊朗方面啟動的第23波的行動，3階段攻擊的地點包括了多處的美軍基地，包括了巴林、科威特，甚至也鎖定了精準打擊，像是打美軍的雷達、防空系統等等。他已經找到破解美軍優勢的新打法嗎？最後，現在包括了荷姆茲海峽之外，曼德現在也要同步的進行封鎖，等於鎖住全球20%的石油出口。伊朗把這場戰爭從中東拉向了全球，用能源戰來逼美國付出更高的代價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而這場中東的戰局，我們可以說現在已經真正的失控了。美軍已經連續第10天空襲伊朗，川普還親自下令要擴大針對於伊朗的打擊，目標摧毀伊朗在荷姆茲海峽周邊的所有的航運能力。而來自於美軍的中央司令部也最新證實了，現在呢，他們攻擊的目標包括了伊朗南邊的島，包括了阿巴斯港，還有它的格什姆島等等哦。那麼我們也來看到呢，在當地可以看到的是爆炸聲不斷，荷姆茲海峽現在陷入在戰火當中。而我們關心為什麼川普這一次會要來針對於伊朗做一波新的打擊，原因就是因為昨天我們節目關心到了，當時啊，這個美軍的約旦基地被伊朗攻擊，造成2名美軍喪命，所以川普決定要再次的擴大打擊，甚至他喊出了說，接下來只要伊朗再殺害1名美軍，一定讓伊朗付出數倍的代價。美國白宮也透露，川普最快在本周，甚至是幾天之內，就有可能決定是否要進一步擴大軍事打擊，變成一場全面的作戰。趕快來看到现在美軍的最新軍事動作的集結，有哪一些武器已經全部出來了，包括了 F-16、F-35、KC-135 空中加油機已經全部向中東地區做集結。兵力的部分，第11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一共是2000人，也準備要出發了。除了美軍的各種軍力之外，現在還有包括了以色列。以色列方面已經講了，這是他的參謀總長說，做好了伊朗隨時恢復，針對伊朗恢復戰鬥的一個準備，隨時會來開戰，就等川普一聲令下。我們要來看到伊朗方面也是非常強硬的做回擊，最新來自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宣布啟動納什爾2的第23波的打擊，一共是分成3個階段來做打擊，包括摧毀了巴林的空軍基地。當地有非常多的無人機維修的設施也在這邊被摧毀了，而包括了在巴林當地的港口，甚至是科威特的美軍基地設施也都被毀損了。再來看到的是，伊朗更直接宣稱了，接下來已經呢把巴林的美軍在當地的雷達、防空系統都列入了打擊名單當中。里法的一處愛國者防空飛彈也遭無人機給重挫，並且聲稱呢已經打擊了科威特美軍的預警系統，甚至是無人機的 MQ-9死神無人機的機庫。針對於戰損的部分，美國一直說呢，他們其實沒有太多的美軍傷亡，刻意要淡化美軍傷亡人數。但是來自於紐時最新踢爆，五角大廈是不是刻意淡化這些傷亡人數呢？統計過去14天，其實已經有近100人受傷了，甚至連美國官員也都坦言說，他們不敢公開這些傷兵的資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伊朗借此來掌握整體的部署狀況，進一步要提高精準的打擊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請教大使怎麼看了。范斯日前也承認了，坦誠說，單靠空襲是無法打倒伊朗的。接下來美軍大動作的集結，難道真的要打這一場地面戰嗎？美軍現在也不公開他的傷兵資訊，是怕被精準被伊朗給掌握住嗎？謝大使怎麼看？對，其實范斯他代表了不願意全面開打的這一派的想法。那當然，美國也有些媒體報道說，有人希望打得大一點。
那就是美國戰爭部長 Hexas。所以顯然，這個川普政府內部有兩派人，主戰跟這個組合的。那最後當然由川普來決定了。那川普事實上的話，他嘴巴講的那種打擊的力度哈，事實上我認為遠大於美國對這個伊朗目前實施的打擊的力度，因為他嘴巴講得很狠，然後實際上看起來這個戰場的範圍哈沒有擴大，也就是你也沒有聽到這個伊朗的首都，比如說德黑蘭受到攻擊的消息嘛，你也沒有聽到伊朗的重要城市被轟炸。那現在看起來好像大部分美軍的攻擊都集中在伊朗的南部，尤其是跟荷姆斯海峽的攻擊或防守相關的這些伊朗的軍事設施。當然有一些變化的，就是說美國這一次也打了很多，所謂伊朗在抱怨的說，你打的不是軍事設施，你已經打到民用關鍵基礎設施了，你打了發電廠，你打了海水淡化廠，你打了橋梁，你也打了什麼？你也打了這個隧道。是。那事實上我看到一個橋梁被炸的，可能是伊朗那邊發布的消息啊。我看那個橋也不是說很重要的橋，那個橋看起來也不過差不多差不多20公尺的橋是被炸掉了，那是外面傳出來的這個橋。所以到底現在這個川普的想法是什麼？當然從軍事的角度上來看，很容易就解讀現在美國打擊的目標主要是在爭奪荷姆斯海峽的掌控權，因為現在這一波打起來最主要的矛盾還是在荷姆斯海峽，因為美國是希望這些船只走這個荷姆斯海峽的靠阿曼這一邊靠南部，那伊朗就堅決不允許。是你船只不靠我北邊的水道，你要走南邊水道的話，那就是什麼無人機與水雷來伺候。所以這個就在美國在爭取這個荷姆斯海峽目前的這個主導權嘛。所以那美國的這些攻擊行為也都集中在荷姆斯海峽那一連串的島嶼。那這些附近的設施都有被攻擊的這些記錄。是。那另外，美國現在這個，所以會不會打陸戰？我認為，即使是打的話，也是小規模的。為什麼？你打這個陸戰，以這個164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伊朗的話，你派2000人，那打一個小島差不多。而且那個小島上面好像也沒有什麼掩蔽設施。你現在的這種目前的戰爭的進行的方式的話，你這個2000人上到一個小島，你沒有足夠掩蔽設施的話，那你有沒有足夠的這個所謂的攔截對方無人機或者說導彈攻擊的話，那是很危險的。那個傷亡很快就會突破現在的18個人的傷亡，因為現在美軍的傷亡，照昨天美國這個五角大廈公布的官方記錄。也就是說，一共是死亡18個人，受傷447人。當然，你剛剛提到這個傷兵他們的受的哪一些傷，這個外面的猜測大部分都是什麼？都是這個被震傷，或者說都是炸彈爆炸的時候，如果沒有被直接炸死，要不然就是耳膜啊，或者說這些這個受到很嚴重的損毀啊，或者這些震傷啊這些之類。可是呢，這些是不是有嚴重的部分？因為前一陣子美國媒體就說出來，就變成就是說，當在3月的時候，當美國一個基地被攻擊的時候，那個指揮官自己本身先溜了嘛。對。那另外還就是說，這個出現傷兵的時候那很重要的就是說，美國在地的這一些醫院並沒有緊急施救的這個能力。很多的傷兵是要靠就要快速的運送，把它運到德國或者歐洲的比較有先進因為戰地醫院是分好多等級的，你那種要實施急救，你要能夠很快的把它運送到，那這個部分也是很大一個考驗。不過整體來講的話，川普最大的軟肋可能就是說他不能夠見到大規模的美軍的傷亡。對，如果有大規模美軍傷亡的話，那可能受傷的不是伊朗，而是川普的選情。那所以現在看起來一切就看川普了，他能夠承受多少美軍的傷亡，他能夠承受這個每一桶石油價格升到什麼價位，
那這兩個是他的軟肋。好，我們再快速的回復一下。那其實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已經造成了18死，美軍的部分還有470多人受傷，這是美國自己親自證實的。那其實光是這2周就有近100人受傷，所以死傷可以說是快速的增加當中。我們也看到這一次美伊互相打對方哦，其實也是做一個精準的打擊。美國現在主要鎖定伊朗，包括它在荷姆茲附近的港口，許多個港口。伊朗的部分則是打美軍的它的基地，包括昨天我們看到的畫面，約旦當地的基地。那現在如果說基地一直都被打的話，美軍接下來要怎麼樣才能夠集結他的兵力呢？那是不是打這個美軍的基地，對於伊朗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好阻止美軍形成完整攻擊力的一個方式？伊朗找到了一個新的攻勢嗎？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現在就是因為伊朗都是波斯報復美軍所派出的武力是來自於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基地，那伊朗就選擇報復那個地方。所以你注意看。沒有沙烏地阿拉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我們講要求美軍不要從沙烏地阿拉伯來起飛來對伊朗施攻擊，那約旦有打約旦，所以約旦還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西側他都打，那現在就是美軍要不要打地面戰？我認為他考量的蠻多的，有3個重要考量。第一個，盟國不支持，你要知道波灣戰爭也好，伊拉克戰爭也好，甚至阿富汗戰爭也好，盟國都有參加。這一次的伊朗戰爭，法國、英國、德國，英國跟美國的關係最好，英國都沒有參加，那你就知道意大利也沒有。那盟國不支持，美軍要單獨對伊朗實施地面戰，美軍願意付出這方面的代價嗎？要不要？所以盟國不支持，造成美國總統川普這方面的考慮就會籌措再三。第二個，聯合國不支持，聯合國沒有決議說都要對伊朗實施動武。沒有聯合國的授權，到現在為止，雖然已經3月、4月、5月、3、4、5、6、7，要將近5個月了，聯合國沒有授權，那美國變成這個出兵的正當性就受質疑。是，你這個以前的時候都有啊，阿富汗戰爭、波灣戰爭都有，聯合國有授權，反恐戰爭有聯合國有授權，這一次沒有，所以美國就擔保了。那第3個呢，就是美國的怕這個。所顧慮的犧牲太大，美國的意願也不高。你看這個聯合國不支持，盟國不支持，你意願也不高，所以伊朗他就有底氣哦。那叫有底氣，大家來玩嘛。那現在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不清楚，美國如果國家這麼，美國要使伊朗國家意志屈服，那你就要軍事作戰，在作戰意志就要讓他屈服。沒有讓軍事作戰意志讓伊朗屈服，你伊朗的國家意志不可能屈服的，是這個有邏輯關係的。那美國也不打地面戰，因為打地面戰3個條件美國都不具備。第一個，美國的輜重沒有到位，坦克是打地面戰，坦克、自走炮、榴炮都要到位啊，輜重沒到位。第二個，後勤沒到位，打仗要後勤，不是說我打輜重上去了，那你後勤的彈藥、後續的要不要上去？要，沒有到位。第3個，部隊沒到位，你輜重沒到位，後勤沒到位，部隊沒到位，你就不會可能做一個戰略展開來做地面戰。是，所以現在來看的話，伊朗也知道美國地面戰不打，那伊朗就會有底氣。所以我認為雙方會繼續耗下去。好，這場戰爭還會持續好一陣子哦。那等一下相同的問題也特別請教上志哥怎麼看伊朗的這一波攻勢哦，主要打的就是美軍基地，是找到一個新的打法嗎？等一下請上志哥幫我們稍微補充一下。那另外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其實是美伊雙方現在糾結的點，因為呢，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宣布了荷姆茲的航運量接近要讓它歸零哦，等於掐住全球20%的石油的咽喉都被鎖死。那這邊看起來說雙方會不會和談呢？有可能在10天後，伊朗直接回嗆說這是在賭伊朗人的智商嗎？難道跟美國一樣低嗎？除了荷姆茲海峽之外，現在呢，胡塞也宣布要封鎖曼德海峽。曼德海峽的部分，阿拉伯每天在這邊運送超過360萬桶石油跟燃料，如果出口再度的受阻，影響的又是全球另外7%的石油了。2個問題，上志哥怎麼看？好像我們知道美伊的關係的這個戰爭的影響，現在荷姆茲海峽基本上已經停了，完全沒有運了哈。因為現在你只要還想闖關的部分，你要不是被伊朗部分攻擊你，是美國也攻擊你哦。所以現在荷姆茲海峽就斷了。那現在看的部分是曼德海峽。
那曼德海峽在7月20號呢，胡塞組織已經確定，那麼要封鎖之後，可以說對於全世界的部分的油價雪上加霜哦。原先美伊戰爭起來的時候，大概油價就漲到80幾塊了，然後曼德海峽一關，那麼一封鎖的話，油價瞬間已經大概突破了91塊，現在大概都是在90塊、89塊上下。現在此刻哦，這布蘭德原油。那我們來看，其實它的影響層面是什麼概念呢？我們知道，其實，在曼德海峽，因為大部分是沙特運的油比較多，那在這裡頭，其實每天原先是大概740萬桶，如果連帶荷姆茲海峽加起來，兩邊每天是2400萬桶。那曼德海峽部分的這個地方的影響性是，一旦這裡封了之後，兩邊最主要的波灣國家的主要的運輸就斷了。那影響所及，其實最大的還是就是亞洲地區，中日韓、印度，包括東南亞為主，這邊受到影響。那你不走，你就只好繞一大圈，繞到海望角。首先呢，在這幾天，其實國際的這個郵輪的運輸已經大漲300%，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走海望角的話，要多14天呢，2個禮拜，多數十萬元的你要付出的這個油料跟其他的部分成本。所以現在大家在整個市場上看，如果這個部分繼續下去，雖然希望它能夠和緩，有任何開放的機會，但現在你不得不說，現在全世界的航運界、油運界，因為這裡不是只運油哦，還有大宗物品啊等等的化工這些東西，也會使得通膨受到影響。所以現在全世界資本就這幾天在評估說，如果還是這樣子的話，可能它的基準觀察點就是在100，就是油價在100以下到90之間。這個算是基本盤哦，也就現在還會繼續上漲，大家預估是這樣，但是基本盤。但如果後面持續嚴重，可能超過1個月以上的話，那可能就要油價考慮130到150，那這就是蠻嚴重的。而且這次如果兩邊，你知道之前美伊戰爭的時候，這個曼德海峽還沒有被封鎖啊，這是現在這第一次被封鎖，所以現在大家有真的覺得說，如果封鎖時間更長的話，有可能會達到在一開始在美伊戰爭的時候，大家說哇，最嚴重的是油價漲到200元，那這個就是這個顛覆性的對於全世界的部分的影響。那當然知道，其實胡塞組織其實它其實不只是聽伊朗的，主要它還是跟沙特之間有很多的爭議，所以大家希望是胡塞跟沙特的爭議局部的能夠化解之後呢，讓曼德海峽如果能夠通暢的話，對於全世界油價的幫助會好一些。今天的美伊主題，我們趕快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析。第一個，川普喊話了，他下周再繼續打下去的話，會炸伊朗的電廠、橋梁，現在都已經到這些民用的設施了。伊朗反嗆，他要讓整個中東的基礎設施跟着一起賠賬，美伊衝突進入了全面毀滅戰嗎？第二件事情，伊朗的納斯爾2號連續的10波攻擊，專門打擊的目標非常的清晰，當中包括了美軍的雷達系統、燃料跟指揮節點。美軍的軍費現在已經是燒到了1000億美元了，這一場戰爭到底是誰在消耗誰呢？第三件事情，美軍宣稱他封鎖了荷姆茲，但是現在航運的公司是拒絕接受美軍的護航的。伊朗他現在看起來是靠着飛彈、無人機、海上威脅，已經完全突破美國的海上優勢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中東戰場可以說現在是來到最危險的時刻了。來自於美國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證實，16日再度的發動對伊朗的第6波打擊，鎖定的目標包括在伊朗南部的沿海城市哦。它的目標是要削弱伊朗的軍力，並且持續在海上也做封鎖。這一次的封鎖，美軍迫使了3艘船試圖突破封鎖線的商船是全面的大轉向了。再來看到伊朗的國營媒體也正式的證實了，確實美軍針對他們的這個攻擊力道是非常強大的，包括去攻擊它的機場、火車站、橋梁都變成了一個目標，包括伊朗當地最大的一個港口也挨轟，2座靠近荷姆茲海峽的重要橋梁也被炸，造成2死4傷。這個時候，美國繼續的嗆聲，來看到官方怎麼說的。李威特補了一句：因為是伊朗的問題，他當初違反了承諾，所以遭到制裁。德黑蘭已經主動的求和了。真的嗎？德黑蘭有求和嗎？伊朗的外交部最新也直接回嗆，美國犯下多起戰爭罪，攻擊的是民用的設施，公然違反了聯合國的憲章。因此，革命衛隊立刻是展開新一波的攻擊行動。這一波的攻擊行動是納斯爾2號的第10波攻擊了。首先，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宣稱的已經襲擊了
在敘利亞當地的美國特種部隊指揮中心摧毀了當地一套雷達系統，數架特種部隊所使用的直升機，造成大量的美國人員喪命。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那除此之外，還包括了科威特的空軍基地也被襲擊，包括當地的預警雷達被摧毀。還有在巴林的這個基地，它當地的這個燃油站也被炸毀。7月份到現在已經有10波攻擊了，橫掃包括了在科威特、巴林、卡達到約旦等4國的美軍基地。伊朗現在專門打的3樣東西，包括了感測器、燃料設施跟指揮節點。川普說了，再打下去的話，下周繼續的轟炸，鎖定的是當地的發電站跟橋梁。那麼革命衛隊再回嗆說，美國真的敢這麼做，攻打基礎設施的話，接下來中東所有完好的基礎設施都變成伊朗的打擊目標，看起來是要把它整個波及到中東的盟友們去做攻擊。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如何看這一波双方所發出來的戰略訊號。川普他也喊話，下周會去炸電廠跟橋梁。伊朗說，你這麼做，我就會摧毀所有的在美軍在中東的建設。真的話，這一波攻擊會一路升級到底嗎？還是跟過去一樣，川普可能會 tackle？ 酈將軍怎麼看？首先这個伊朗的戰果，我這邊也跟各位觀眾報告一個最新的一個戰況哈。伊朗這一次來講的話，納斯爾2號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是，這個美軍部署在伊拉克叫做庫爾德斯坦的這種埃爾比勒國際機場的愛國者3的導彈基地已經發生殉爆被打了。同時，在這個時間，美軍準備空襲的 F-35戰機也在波斯灣上空發出7700的代碼，7700代碼就是代表它要緊急迫降。所以美軍在這次這一波跟伊朗的戰爭，我們看出來它的戰果並不如他所預期的這麼好，甚至於很明顯的在這個在戰況上面很明顯吃了暗虧。所以我認為白宮發言人李威特他所講的話是謊言。這個現在來講，我不認為德黑蘭會主動求和，因為這場之後的這次的戰爭，很明顯的是伊朗主動求戰，那美國很明顯的是被迫應戰。那伊朗他會主動求戰，代表說他在戰前已經做好各項的作戰的計劃跟準備，他才發動這一波的攻擊。那美國很明顯的是被迫應戰。伊朗是怎麼樣主動求戰呢？他借着攻擊經過荷姆茲海峽的這些油輪，他說你只要不按照我規定的航線來走的油輪，我都攻擊哈。那再說，那他所規定的就是要走他靠近伊朗北邊的拉拉克那個島的航線，但是很多油輪是要走南邊靠近阿曼這個航線。那你只要走靠阿曼的這個伊朗就發動無人機對你們來實施攻擊跟打擊。那美國為了讓荷姆茲海峽能夠保持暢通，所以他這發動一波對伊朗的這一波的反擊攻擊。所以你說這次行動很明顯的是伊朗主動求戰，美國是被迫應戰。那為什麼我講說美國被迫應戰？因為我們從之前包括到這個伊朗美伊雙方 MOU 簽了協議之後，我們看到美國在很多動作已經做了戰略退卻的動作，包括他將部署在中東地區的 B-52轟炸機這些這個還有在約旦基地的戰機都已經加油機都已經撤回了。另外也看到他將這個林肯號航母向後退了200多公里，這都是報章媒體有披露出來的一個確實訊息。所以很明顯的，美軍來講已經準備做戰略轉移，因為他在這個地方事實上已經這個耗費了4個月這個包括到林肯號航母已經200多天沒有靠岸休息，大家都已經受不了了。所以很明顯的，美國撤退，但是這時候伊朗很明顯的就不讓你走，我主動採取攻勢。那美國現在能夠處理的大概有3種方案。第一種方案你就必須要直接這個對伊朗內陸地區的所有導彈發射基地、無人機發射基地來實施攻擊，不然的話，它在內陸它一樣可以打得到你波斯灣。經過荷姆茲海峽船只，它的無人機射程可以高達300多公里導彈射程甚至於上千公里，它要攻擊荷姆茲的這個船只來講的話，事實上是輕而易舉。那我們現在看到今天為止，美國只能對伊朗的沿岸地區來發動攻擊，但是並沒有看到它對
內陸重要的導彈發射基地來發動攻擊。是。第二個，美國能夠採取的就是要靠地面作戰。如果說你不採取地面作戰來講的話，事實上没有辦法拔除伊朗這些沿岸的這種對荷姆茲海峽油輪構成這個威脅的這些這個無人機或者是導彈的基地，或者是甚至於無人艇，你是沒辦法拔除的。那你就必須要控制荷姆茲沿海的這7個離島。我們昨天有講過，大不通、小不通和拉拉克這些島，你如果說沒辦法用地面控制來講的話，這些島一直都掌握在伊朗手上，它就隨時可以对通過荷姆茲的海峽來發動攻擊哈。那第三個，我覺得川普可能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回歸到談判桌上面來。跟伊朗來進行這個來繼續談判，但是如果說這是對美國來講是損害最少的，你繼續打下去，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馬上面臨的國內的選舉，馬上面臨選舉壓力，還有美國這次戰爭這個預算的膨脹哈，聽說將近花了上千億美金，那老百姓已經受不了，所以美國如果說願意跟伊朗談判來講的話，那當然會中了伊朗所望所求，那伊朗會對美國來講的話，在談判桌上面會要的更多，這也是川普到現在為止他進退兩難，他不要幹嘛打不下去哈，打你可能沒有做準備，談的話那你必須要這個割更多的肉去餵伊朗，所以說我覺得川普來講的話，現在面臨這個舉步維艱的這個困境。好，所以這場戰事打到現在，從7月份這種大規模的攻擊，現在看起來整體來說，伊朗還是掌握目前的戰爭的主導權。那美國有一點是被迫應付，跟着打下去。那尤其我們也來看到細節，這次伊朗也是鎖定它的目標是非常的精準，還有鎖定它的目標像是專打美軍基地的雷達啊、燃料設施、後勤節點、指揮中心。那這當中背後的戰略策略是什麼？再來就是剛剛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說，這個美軍在敘利亞當地的特種指揮中心也被摧毀哦，一套雷達系統跟數架的直升機等等，這對於美軍的傷害又有多大？那將軍怎麼看？那這一次伊朗大概2個目標，第一個他專門打美軍駐在中東地區的有生戰力，後勤就是有生戰力，因為大家彼此消耗戰，那消耗戰後勤第一啊，把這些不管是它的油庫，或者是燃料，或者是彈藥庫，或者後勤維修中心炸掉，這是有生戰力。後續的有生戰力，美國所能夠發揮就相對有限了。所以你注意看，這個就是它摧毀有生戰。第二個，關通系統，因為關通系統是預警的。那伊朗過來的是導彈打美國，伊朗過來的是無人機打美國基地，那它讓美國在這方面預警能力降低。那怎麼？我打你的關通系統，打你雷達站，讓這一方面呢沒有辦法能夠充分的能夠掌握預警。那你的整個的作戰的預警時間跟空間就很短暫。再來就是說，那這個關通系統也包括了作戰指揮中心，這個是指揮管制。那指揮管制包含縱向的指揮管制、橫向的指揮管制都會受影響。這樣美國所能夠發揮的統合戰力，就戰力值就會慢慢下降。所以伊朗它這個就是打了戰略考量是這個樣子。那戰略考量，那美國自己呢？美國自己它就有些短板，因為美國住在中東地區，不管是科威特、敘利亞、伊拉克。但是敘利亞因為稍微遠邊了，伊拉克稍微遠邊，最重要是科威特、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也包括巴林。那這些駐軍的話，美國總共19個駐點，它在駐在國是分散，在當地國的時候是集中在那個基地。那你一集中，你就很容易被打。如果你分散的話，我讓你離伊朗我那麼多那個地方，讓你那不知道你要打哪個是重點，我都分散屯除。保持我這個戰力保存能夠做得很好，沒有你在駐在國就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它比較好管理，但是你這個剛好被伊朗專門就打你這個幾個地方，比如說經常提到的這個思敏提到什麼烏代德空軍基地啊，什麼在巴林的什麼第5艦隊指揮中心啊，就是這個樣子，因為你都在集中嘛，那這個集中剛好就被打。那美國有3個打法，第一個人數少，美國在中東的駐軍呢常態保持5萬人，那有15000人在科威特，所以科威特是最多。你能夠發揮多大戰力？那你就要靠我说你有航空母艦，航空母艦畢竟在阿拉伯外海，畢竟距離伊朗比較遠，戰略威懾能力就會比較弱。第二個，因為過度集中在大營區，那你能夠發揮戰力保存、戰力防護的效果就相對有限，因為你都集中在大營區。
這是沒辦法改變的嘛。你現在說我現在要分散，你現在怎麼分散？現在是打仗狀態，你怎麼分散？所以沒有辦法。第三個，美國的補給線太遠，要在美國，在英倫三島，然後要過來的時候，你還記不記得？包含西班牙不讓美軍過境，意大利也不讓他飛機飛過去。那美國補給線太遠了，太遠了，感覺到鞭长莫及。而且會勞師久頓。你在這個狀況之下，所以美國能夠發揮的統合戰力就會相對有限。這也是伊朗看準的地方。我就打他後勤指揮中心，因為為什麼？你補給線太遠，沒有那麼快可以遞補上。那我伊朗就有時間上的優勢。好，那我們也來看到說，現在呢，其實美伊雙方也在力拼的，就是要持續的掌握這個荷姆茲海峽的主導權。那最新消息，我們看到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報道說呢，多家的國際航空公司根本拒絕美軍的護航行為哦，甚至有航運業者直接喊出了一句話，他說：“美國似乎無法控制局勢。”好，除了荷姆茲無法控制之外，我們來看到的是，現在伊朗也還沒有祭出他的殺手鐧，包括呢，伊朗的最高指揮部已經畫下紅線了，絕不允許美國介入荷姆茲海峽，這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那接近胡塞的人也說呢，飛彈跟無人機現在已經部署在曼德海峽附近了，只等待伊朗來命令就會來同步鎖定曼德海峽。另一方面，美軍的軍費則是持續的高漲，現在最高已經喊到軍事支出是達到1000億美元，遠超過官方當初公布的310億美元。那賴老師怎麼看？目前包括了航運公司的態度，他們還是不願意買單川普。那川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呢？難道拉着全球跟他一起陪葬嗎？還是想個辦法找個台階下嗎？賴老師怎麼看？川普搞砸了，他也沒有什麼台階可以下了啊，因為他一直說伊朗要跟他求和，要跟他談判。那伊朗已經用行動用行為來證明他沒有要求和，沒有要談判。為什麼？因為他還是繼續的對美國的軍事基地採取猛烈的打擊，而且已經打到更遠的約旦了啊。約旦在過去是美國前沿基地中的屬於比較後勤補給的一個後備預備隊的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但是在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很明顯的你已經看到了，它遭受到猛烈的打擊。這個對於美國來說是噩耗，是壞消息，因為 F-35也好，或者其他的指揮中心、雷達，因為過去的 SAR 系統就是裝在這個地方來保護它的大本營的安全。但是很明顯的，現在已經被突穿了，被打了。所以对美國來說，當約旦被打的時候，其實對他來說，比科威特、比巴林、比其他的所謂的第5艦隊的司令部被打，其實這個消息還要嚴重。對美國來講，這個事態更加的嚴重，是因為那些很早就被打了嘛。對。那軍隊也已經有生戰力也已經是轉進了，撤到其他的一個地方去。可是問題就在於約旦呢，約旦相對來講過去是比較安全的，但是現在已經遭受到這個伊朗的攻擊。美國現在在研究的是伊朗是透過什麼途徑來對它進行攻擊。好，既然美國沒有辦法逼的這個伊朗求和，伊朗也沒有打算要求和，那雙方就僵持在這裡，那川普就搞砸了。所以現在還是需要第三方出來斡旋。可是問題就在於川普的沒有信用。那怎麼去斡旋呢？也就是說，你明明簽了 MOU 這個備忘錄，那怎麼你還開火呢？那你簽了 MOU， 你還開火，伊朗反擊，你又加碼，伊朗再加碼，所以整個過程中就是你美國搞出來的嘛。那你美國搞出這個玩意來，你今天卻要伊朗來主動跟你說，我來求和進行談判，這個緣木求魚，不可能的事情。那不可能是怎麼辦？那他的問題就在於，伊朗已經重新封鎖海峽，美國也重新封鎖伊朗的這個海峽，也就是說，美國是對於伊朗的船艦進行封鎖，可是伊朗是對荷爾木茲海峽進行封鎖，美國無法護航，這問題就在於美國無法保證100%的護航。那既然沒有辦法護航，哪一家商船願意冒這個風險？戰爭被打的這個風險，沒有人願意冒這個風險的話，那請問一下，這個海峽什麼時候能通？所以大家為什麼會擔憂國際油價又要開始飆漲起來？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伊朗已經下了一個死命令，也就是一條紅線，如果它的能源設施被炸，那胡塞組織就要去封鎖曼德海峽。
那胡塞組織有沒有能力封鎖曼德海峽？有。美國有沒有能力打通曼德海峽？沒有。那一旦曼德海峽被封鎖，蘇伊士運河就完蛋了。蘇伊士運河一旦被切斷，也就是因為紅海被封，蘇伊士運河就沒有作用了。一旦沒有作用，那你歐洲的產品，尤其是南歐的意大利等、希臘的這些產品，你怎麼出來？你就只能夠從西班牙這邊出來繞一大圈。那這個對於埃及的經濟財政會產生影響，對於物流會產生影響，對於船運的運輸會產生影響。這些地緣政治產生的變化其實是很巨大的。問題就在於你川普有沒有能力解決？沒有，你只會搞砸事情，你根本沒有能力解決問題。